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邀请，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20号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作为4年来首位访华的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在中澳建交50周年之际来华，吸引了国际舆论，尤其是澳大利亚各大媒体非同寻常的关注。此访被认为是有可能重置中澳关系的标志性一步。按照此前中国外交部发布的行程，12月21号恰逢中澳建交50周年，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当天将同黄英贤会谈，并举行新一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我们希望通过黄英贤外长此次访问，进一步落实两国领导人巴厘岛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原则，加强对话，拓展合作，管控分歧，推动双边关系重回正确轨道，并可持续发展。黄英贤20号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举行的行前记者会上表示，当前澳中关系中的许多棘手问题需要时间来解决，但他认为此次中国之行是两国在缓和关系的道路上迈出的又一步。I certainly welcome the opportunity to continue dialogue. The visit will see us hold the 6th Australia-China Foreign and Strategic Dialogue, a dialogue which was last held in 2018, and obviously builds on the recent very constructive meeting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had with President Xi in Bali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G20 summit. There's been a lot of speculation in the last 24 hours or more about what will happen. Well, I will say this, the expectation should be is that we will have a meeting and that dialogue itself is central to stabilising the relationship. 这是自2018年11月时任澳外长佩恩之后，时隔4年，澳外长再次访华，也显示此前陷入低谷的中澳关系回暖。实际上，中澳经贸关系历来紧密，中国在过去的12年里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地，两国的经贸往来互利共赢。然而，在澳大利亚莫里森前政府的执政下，中澳关系从2018年起就不断的恶化。在莫里森指示对中国贸易展开调查并设置障碍后，中国也在2020年对澳大利亚的大麦、葡萄酒等农产品征收关税。贸易数据显示，莫里森政府企图与最大贸易伙伴中国脱钩的结果是自尝苦果。澳大利亚葡萄酒持续数年对华出口2位数的增长势头于去年10月终结，随后销量开始暴跌。有德国媒体曾报道，从2021年开始，澳大利亚许多葡萄庄园传出大丰收，生产出创纪录的210万吨酿酒用葡萄，但由于需求量减少，许多独立种植者无法将收成出售给酿酒厂，导致至少数千吨优质葡萄被迫放到腐烂。All in all, there is no relationship, there's no trading partner that can match what we lost in China. 但莫里森政府仍在配合美国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的路上越走越远。新冠疫情爆发后，莫里森曾在病毒溯源问题上与特朗普政府沆瀣一气，罔顾事实指责中国。更令外界哗然的是，作为美国围堵中国提出的所谓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莫里森政府还宣布与美英建立3边安全合作伙伴关系 AUKUS， 并启动核潜艇合作，企图在美国的帮助下获得核潜艇。此举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损害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批评。此外，今年4月，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的一项双边安全协议，本来只是中所两国之间的正常交往，却又引起莫里森政府蓄意指责，甚至叫嚣要为台海冲突做好准备，对中国发出开战的挑衅。就在中澳关系因莫里森政府的种种操弄降至冰点之际，澳大利亚迎来大选，莫里森不得民心的行径也让他失去了总理的位置。阿尔巴尼斯上台之后，外界注意到澳工党新政府今年5月上台以来，在对华关系上发生一定程度的转变，与中国间的高层沟通渠道正逐步重新开放。今年6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与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面对面会谈，标志着澳中高层交流机制被冻结的情况正式结束，为双方更多高层会谈铺平道路。此后，在短短半年内，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先后3次与黄英贤面对面会谈，并多次通过电话进行沟通。
今年11月，中澳两国领导人在巴厘岛 G20 峰会期间举行了面对面会晤，就推动双方关系发展达成重要共识。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各大媒体对黄英贤此次访华给予了极高的期待，纷纷用历史性、重大突破、重要进展、重置关系等词来形容黄英贤的中国行。Well, very significant. That is fantastic news. It sort of builds on her line this year of meeting with her counterpart Wang Yi. So I think Penny Wong will have to prepare for that visit to China exceedingly carefully, as it is a sort of watershed moment in the relationship. 部分澳媒则提到了黄英贤此次访华的时间点正值两国建交50周年。After a tumultuous 4 years, this will be another leap forward in thawing the diplomatic freeze with our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It will coincide with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diplomatic ties between Australia and China. 悉尼先驱晨报在报道中回顾称，1972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工党政治家惠特拉姆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历史性的长途跋涉来到中国。惠特拉姆访华意味着澳大利亚认识到澳中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接触与合作的重要性。在此后几十年，中国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同时也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报道还提及黄英贤行前，阿尔巴尼斯和他在联合声明中肯定澳中之间强大的贸易和文化联系，为两国带来巨大利益。与此同时，声明重申澳新政府对华关系的基调，即我们将尽我们所能与中国进行合作，在意见不同时坚持自己的立场。报道认为，这一观点呼应了惠特拉姆在澳中建交时的初衷，即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澳大利亚国内反对党对黄英贤此行也给予了积极评价。An appropriate trip to be undertaken to recognise the 50th anniversary, to seek to advance cooperation on areas of mutual benefit, but also importantly to try to advance resolution of the number of difficult issues that exist in relation to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at present. 针对黄英贤此访，最期盼的莫过于澳大利亚商界。澳金融评论报称，因疫情影响，澳商业代表团无法与黄英贤同期访华，但是澳企业期待此访能在短期内取得实质性成果。中澳之间都相互有需求，那尤其包括澳大利亚的这种经济贸易发展。我自己还是认为这次的访华只是开了一个头，开了一个重新恢复高层对话的头。那么也许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不同的这个部门的高层会谈会逐渐的恢复。那么我们期望可能还是会首先在经贸方面出现一些松动和积极的信号。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中澳关系有所回暖，但仍然存在一些破坏两国战略互信的因素，如莫里森政府执政时期加入的AUKUS联盟，澳方同意美军6架 B-52战略轰炸机进驻澳大利亚，美澳对中国与南太平洋地区的合作心怀疑虑等。目前阿尔巴尼斯政府的对华政策大框架尚未发生根本改变，仍将加深与美国、英国和日本的防务关系。另外，阿尔巴尼斯上台后还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的接触，确保澳大利亚是后者的首选安全合作伙伴，以应对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观察认为，中澳关系不仅应包括经济方面的合作内容，更需将尊重对方核心利益纳入考量之中。只有这样，中澳关系才能够行稳致远。中澳关系急剧的下降和这个他们对于我们5G 在这个澳大利亚的这种运营啊，包括这个病毒的这种要去溯源这些问题，对，实际上包括涉疆涉台问题。所以根本上来说，我觉得首先澳大利亚要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本着互利共赢，那么实际上不仅是在双边关系，我们也看到实际上在一些地区问题上，实际上双方还是有比较大的合作空间的。值得注意的是，在黄英贤启程当天，阿尔巴尼斯还宣布了一则重磅消息，任命陆克文为新任驻美大使。陆克文是澳大利亚工党籍政治家和外交官，曾任澳大利亚工党领袖、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等要职，并在2007年至2010年与2013年2度出任澳大利亚总理。因大学时期主修中国历史及文学，以及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陆克文被称为中国通。而目前，陆克文是美国智库机构亚洲协会的首席执行官，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也都在美国，与美国政商界人士长期接触。
外界关注阿尔巴尼斯政府任命知华派陆克文赴美担任大使，是否意味着澳大利亚对美政策有所调整？去年，陆克文曾严厉批评美英澳组成的 AUKUS 三边安保联盟协定，并警告称，这一协定会让澳大利亚未来20年内在战略上一丝不挂，在此期间将没有替代的潜艇项目。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访华，与中国外长举行新一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中澳关系是不是在峰回路转呢？主持人好，没错，中澳关系呢在向好转变，这个温热化冰，但是呢还没有到2019年的正常化程度。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上台以后，开始反思前政府激进的政策，试图呢纠正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错误，努力从过分依靠美国扭转到亲美但仍然在中间的部位，以便呢为澳大利亚的经济止损。这次黄英贤到中国访问，选择中澳建交50周年纪念日与中国外长会谈，并且举行停了好几年的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意味着呢中澳关系走出低谷，开始回暖。实际上呢，这是澳大利亚新政府改善对华关系的第3次努力。第一次呢是在巴厘岛 G20 峰会期间，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与中国领导人正式会晤，表达与中国和好的意愿。第二次呢是泰国曼谷举行的亚太经济组织峰会期间，澳大利亚总理就台湾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表态，也就是 CPTPP。阿尔巴尼斯说呢，澳大利亚两党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台湾呢不具备加入的条件。澳大利亚议员窜访台湾的时候，这个澳大利亚政府呢主动出面澄清，说呢不代表政府和两党的意愿，不知道他们去干什么。第3次呢就是黄英贤访华，希望中澳关系走出冰点，实现外交突破。在他出访前呢，澳大利亚总理投书本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强调呀，澳方寻找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关系和建立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将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合作，维护这个地区稳定。而黄英贤呢，在纪念澳中建交50周年的一个晚宴上也说，澳方呢将寻找对话合作的机会，欢迎并期待双方对话继续。澳方呢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也希望中国呀继续为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做出贡献。那么从中澳关系历史看呢，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在对华关系上往往呢更加理性和务实。可以说呀，黄英贤访华呢是推动中澳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举动。但是呢，中澳关系能恢复到什么程度，能不能回到2019年之前的那种状况，还要继续的观察。澳大利亚呢需要做出实际行动，仅仅表明立场还是不够的。澳大利亚在对华关系上走入了一个极端之后，开始自我纠偏，是否意味着其他西方国家也会跟进重置对华关系？那么澳大利亚还要做什么才能赢回中国的信任呢？澳大利亚呢，的确是第一个选边站的西方国家。在特朗普对华开打贸易战，要其他国家在中美间选边站的时候，澳大利亚和英国呢都是主动向美国靠拢。澳大利亚呢是第一个宣布不用华为 5G 通讯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叫嚣新冠病毒来自实验室的国家。中澳关系呢因此是一路下滑。拜登呢延续特朗普外交政策，澳大利亚政府也跟得很紧，和英美一道建立奥克斯军事联盟，撕毁中澳“一带一路”协议，阻止中国企业收购澳大利亚公司，都是呢把中国视为抵御的对象。追随美国没几年了，澳大利亚发现呢这选边站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而美国呢则占了便宜。澳大利亚的大麦、这个红酒、牛肉、铁矿石等等，曾经呢大量的进口中国，但后来呢进口不了，而中国的市场则被美国同类产品占领。结果呢2020年澳大利亚经济陷入了衰退。有学者就认为啊，澳大利亚的对华外交是盲目的政治冒险主义和幼稚机会主义的混合物。今年呢，澳大利亚新政府就职以后，开始反思，开始纠偏，试图重置中澳关系。那么看看1995年到2015年间呢，澳大利亚的经济成就，就知道中国呢才是澳大利亚经济的支撑力量。那段时间呢，两国关系比较稳定，澳大利亚经济增长的速度是日本的3倍。是欧洲的2倍，是美国的1/3。那么中国倡导的合作共赢呢，也使得这个澳大利亚呢避免了1997年
这个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因此呢，现在的澳大利亚政府主动与中国和好，经济呢仍然是主要考虑的因素。那么澳大利亚怎么样做才能赢回中国的信任呢？我觉得呢有2点，一是深刻反思美国所谓的安全高于经贸的主张，那呢实际上是一种冷战思维的另类表达，结果呢就把澳大利亚呢导入不安全感，甚至离谱到中国呢要用导弹袭击澳大利亚的入侵性这个幻觉，使得中澳关系呢急剧的恶化。澳大利亚呢只有走出美国思维，按照自己的实际利益来制定政策，才能有独立而健康的对华外交。二呢是要切实的纠正偏差，比如说呀，这个对华为5G 技术的错误对待，对“一带一路”的错误认知。澳大利亚呢希望中澳关系啊回到这个2019年以前。那好，先取消对华为5G 技术的禁令。中国呢有句老话，解铃还须系铃人。那么中澳关系呢是从澳大利亚率先禁止华为5G 技术开始恶化的，那么呢就从解除禁令开始来恢复信任吧。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TikTok 在岛内拥有700万用户，主要是年轻人。一直卖力讨好年轻人的民进党，这次为何要冒险惹恼年轻人，对 TikTok 伸出黑手？李义修在线观察。国防部网站20号消息，根据中俄两军年度军事合作计划，12月21号至27号，两国海军将在舟山至台州以东海域举行海上联合2022联合军事演习。而日本防卫省方面的消息指，解放军海军近期罕见出动了包括辽宁舰在内的多艘舰艇，在东海方向行动。中国国防部表示，中俄海上联合2022联合军事演习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天前，俄罗斯国防部确认，俄太平洋舰队的一支舰艇分队已从弗拉迪沃斯托克出海，驶往中国东海海域，准备参加此次联合演习。俄国防部指出，俄罗斯海军将由太平洋舰队旗舰获得纳西莫夫勋章的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号护卫舰、20380型俄联邦英雄阿尔达尔旗舰扎波夫号和完美号护卫舰代表参加此次演习。俄国防部还透露，中方将派出2艘驱逐舰、2艘护卫舰、1艘多功能补给舰和1艘常规潜艇。除舰艇外，两国的飞机和直升机也将参与演习。但日本舆论一度认为辽宁舰或将出现在演习中。据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监部在12月12号至15号发布的报告，解放军北部战区和东部战区的海军罕见出动了包括辽宁舰、3艘055大型驱逐舰、2艘052D 导弹驱逐舰在内的11艘舰艇，在东海方向进行了活动，并从宫古海峡和大隅海峡前出进入了太平洋。辽宁舰还在最近几天进行了歼15舰载机和直升机的起降训练。日方称，这些舰艇或是将与俄海军会师的中方参演部队。分析指，虽然此次解放军海军分成了2个编队，大编队走宫古海峡，小编队走大隅海峡，但是如果这些舰艇在进入西太平洋后合二为一，将会成为辽宁舰形成战斗力以来规模最大、战斗力最高的一次出动。还有观点认为，辽宁舰编队此次的前出是从太平洋方向锁台的准备工作之一，预计路线是按照往年惯例，出宫古、过巴士、进南海，穿行台湾海峡返回基地。不过，考虑到中俄即将进行的联合军演，这证明解放军海军已经可以轻松应对双线任务，彰显的意义同样十分重大。舟山啊，这个外海，浙江外海，实际上我们知道现在这片海域还是比较敏感的啊。比如说它可能离着钓鱼岛也不是太远啊，那么离着台海方向也不是太远。离着日本的，你比如说像它的西南的离岛啊，也不是特别远啊。所以在当下的这个局势，特别是中国政府一贯强调钓鱼岛的主权，包括我们的这个台海问题啊，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和底线啊，这样的一个态度的前提下，那么这次的演习的海域，我觉得就比较耐人寻味。
海上联合系列演习是中俄双边框架内规模最大的海上演习，自2012年以来连续举行9次，今年是第10次。经过多年海上联合演习的磨合，双方在高度互信、深度合作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较为成熟规范的联演组织实施方法模式。中俄海上联演已经成为提升两国两军战略互信水平、增进海军间的传统友谊、锻炼提高海上联合行动能力的稳定合作平台和交流渠道，越来越受到国际国内的广泛关注，并形成了较强的品牌效应。海上联演轮流在中俄两国水域举行，上一次是2021年10月14号至24号，在日本海北部的俄罗斯彼得大帝湾附近水域举行。中方参演兵力分别来自东部、南部、北部战区海军，包括南昌舰、昆明舰、滨州舰、柳州舰等新型导弹驱护舰、综合补给舰、东平湖舰以及固定翼反潜巡逻机、舰载直升机等。俄方参演兵力包括潘杰列耶夫海军上将号大型反潜舰、20380型俄联邦英雄阿尔达尔旗舰扎波夫号和响亮号护卫舰，2艘扫雷舰、877型乌斯季伯利舍列茨克号潜艇以及1艘导弹艇和1艘救援拖船。双方主要围绕通信演练、编队通过水雷威胁区、消灭浮雷、编队防空、对海射击、联合机动、联合反潜等科目展开演练。值得注意的是，在去年的演习中，中方舰艇编队指挥舰055型万吨级驱逐舰南昌舰是首次出国参加军事演习，成为受关注的焦点。南昌舰是中国自主研制的055型万吨级驱逐舰首舰，是人民海军驱逐舰实现由第3代向第4代跨越的标志。南昌舰是海上重型武器平台，具备强大的对海、对空、对潜能力，同时具备较强的对地远程打击能力。作为当今世界海军最新型、最现代化的大型导弹驱逐舰南昌舰参加中俄联合演习，足以表明中俄两国两军政治上的高度互信。在演习中，南昌舰参与了重头戏，跨昼夜联合反潜，并展示了强大战力。声纳加强，右舷下面观察警戒。这次演练呢，是昼夜连贯实施，并进行现场复盘。应该说，科目的对抗性和实战化程度呢，都比较高。近年来，中俄军事合作稳步推进。今年9月，中俄舰艇编队在参演完东方2022联合军演后，在落实国际军事合作的框架内，在太平洋水域展开第2次联合巡逻。11月11号，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发布消息称，从地中海返回常驻地弗拉迪沃斯托克途中的舰艇编队在中国南海举行了防空演习。11月30号，中俄两军组织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两国飞机在巡逻中首次降落在彼此机场。俄罗斯国防部强调，俄中军方在亚太地区的联合空中巡逻不针对第三国。此外，在联合巡逻期间，俄罗斯和中国飞机根据国际法行动，没有侵犯他国领空。中俄军事关系的不断加强啊，这个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互信的结果啊。这个互信的建立都不是说1天2天、1年2年，可能拉得很长，可以放到比如10几20年，逐渐的一步一步的积累起了这种互信啊。这个我觉得对双方都是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中俄的这种军事上的交流只会今后不断的继续的加深。另一方面，美国近期也在不断加强在亚太的军事动作，挑动地区紧张形势。本月初，美海军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出港驶往亚太地区，接替即将完成部署的里根号核动力航母，预计很快将进入相关区域。马金岛号、美利坚号2艘2栖攻击舰也正在驶往亚太的路上，不久就会到达中国附近海域。有消息称，尼米兹号在驶往亚太的途中，也在不断进行舰载机起降等训练。相关话题来连线时事评论员宋忠平。宋先生您好。我们知道，海上联合军演是中俄一项传统的海军的联演。那么，梳理多年来的相关科目、线路以及参加展演的军舰等一些细节的话，您有怎样的观察呢？中俄联合军演呢，基本上1年换一个地方。那么有时候呢是放在日本海，也就是彼得大帝湾，还有的时候是放在黄海，包括放在中国的东海。那么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其实就是要不断的在陌生海域来磨练中俄两军各自的军队，尤其是海军的实力。那么这里面我们要明白，包括今年
作为海军来讲的话，主要的演练科目一个是防空、反潜，还有救援。这3个科目其实作为很多国家来讲都是不容易。你像防空，如何能够做到点防空、面防空，如何能够做到水泄不通，这个其实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不容易做到。包括我们能看到俄乌军事冲突里面就有这样的典型的案例。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反潜，反潜实际上也是一个高难度的科目，包括像美国、日本这些国家其实也天天在磨砺反潜能力，但反潜能力的建设也不是一朝一夕。那么中俄呢，不断的在强调的就是防空反潜能力的建设。而且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就是中俄海上联合军演，包括空中在进行联合军演之后的话，基本上都会进行联合巡航，尤其是海上的联合巡航。这种海上的联合巡航其实也是走一路练一路，也就是要把巡战结合。这种巡航的话，对于两军能力的建设也会带来极大的帮助。比如遇到特情、遇到敌情，要把巡战转换，这也是在演练过程中所经常看到的模式。不管怎么说，中俄联合军演已经实现了例行化、常态化，这也体现出中俄两军的军事交流达到了高度的共识。现在网上有一种说法是，俄罗斯的军舰已经比较落后了。此前在俄乌冲突当中，莫斯科号巡洋舰爆炸沉没了，所以中方没有必要向俄罗斯来学习。那么对于这种观点，您怎么看呢？我觉得这种观点呢是不经推敲，也就是俄罗斯其实无论是其空军、海军，包括其他的各个军兵种，都有一些是值得包括解放军以及其他国家军兵种需要学习。一方面的话就是战斗意识，俄乌军事冲突，其实俄罗斯所面对的是北约强大的军事能力，包括体系作战，但是俄罗斯呢也不具北约的这种强大的体系作战能力，还在坚持下去，这本身是一种战斗精神。另外一方面的话，确实一点不错，也就是俄罗斯军队大型水面舰艇都是老旧的，包括你像这一次来的瓦格格，这也是老旧的产品。但是作为轻型的舰艇倒是新的，也就是作为俄罗斯来讲的话，由于它的军费预算只有美国的零头，没有钱去发展海，所以才会考虑俄罗斯呢只能是发展中轻型的水面舰艇。但是尽管是中轻型的水面舰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就是作为俄罗斯的海军也存在自己的优势。今年以来，中俄实际上进行了多次联合军演。我们知道，现在美国不断在挑动亚太局势紧张，日本最近小动作也是不断。那么，您认为这一次中俄演习会向相关势力释放怎样的信号呢？主持人刚才提到一个很关键的一点，也就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和日本修改安保战略已经实现了2合1。也就是日本按照美国的印太战略在改造自己的安保3个文件。现在的日本已经不再是过去，过去呢是专属防卫，现在呢是要奉行的是集体自卫权，包括个体自卫权，而且要打造的是攻势战略。所以日本现在对亚洲乃至周边的不少国家带来的是极大的影响。因为日本这个国家在2战期间对其他国家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是至今不反省、不反思历史，这也就让其他国家对于日本的扩军备战修宪就感到不放心。那么中俄为什么要加强联演连续，而且这个频度比以前更多？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所面对的美日，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的话，它不断的在怂恿日本。那么过去的日本仅仅是作为自己的服从军队，也就是只是作为自己的后勤保障，比如执行的是防空、反导、扫雷、反潜等等。现在呢，作为美国现在所考虑的就是让日本来打头阵，甚至需要和美国齐头并进来共同对抗所谓的威胁。那么至于中俄联合军演，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会说是不针对第三方，但是我相信作为日本也好，美国也好，也一定会派他的舰机来实施抵近侦察。那么这表明什么？表明在整个地区形势也是不太平，中俄是为了维护各自的国家安全以及在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之下，中俄保持正常的交往，实际上面临着被西方国家的舆论攻击。那么您认为中国为什么顶住压力，保持和俄罗斯的亲密关系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俄罗斯是不可替代。在外交政策上的话，俄罗斯奉行的是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你像日本、韩国，包括北约的这些国家，有谁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没有啊。所以中国愿意和
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国家来打交道。这样的话，彼此才能够实现政治互信和军事互信。你像日本也好，韩国也好，他不断的在强调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要建立在美日或者美韩军事同盟的基础之上，也就是他们对外的关系是完全受服于美国。你觉得这样的国家的国家关系究竟该怎么发展？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从中俄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新时代的战略型关系，所以在很多政治问题上是拥有广泛的共识，比如反霸，这都是我们现在所需要考虑的问题。而俄罗斯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奉行同样的或者相似的立场，也就是中俄之间在很多问题上的话，立场观点是一致的。同时我们要明白一点的话，就是中俄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两个最重要影响力的国家，所以在各个国际组织、区域性组织里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中俄两国只要能够结合在一起，那么对于整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当然是好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不断的奉行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这个完全是不符合中俄的实际需求。中俄所希望实现的是多极世界，实现的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多边主义。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话，中俄自然就能够走在一起，也可以在很多问题上来肩负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的使命。我觉得中俄之间在很多领域，包括在国家安全上，能够有更多的合作，恰恰体现出来世界不太平，中俄有必要走在一起。好的，谢谢宋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民进党9合1选举大败后不反省自身，反而甩锅给抖音，说抖音洗脑年轻人不投票，造成该党在选举中大败。最近，民进党当局对抖音下黑手，禁止公职部门人员使用，甚至还声称要将禁令扩大到所有人。但抖音主要用户是岛内700万年轻人，一直主打讨好年轻人的民进党，这次为何要惹恼年轻人？这甚至引发民进党内反弹，有人号召大家一起玩抖音。据岛内媒体18号披露，2018年3月成立的升阳国际生技有限公司，今年11月核准变更登记为字节跳动台湾股份有限公司。其招聘广告的企业简介显示，公司通过直播平台开发网红的粉丝价值，并与字节跳动旗下抖音、TikTok 等社交平台达成战略合作。台中市经发局证实，这家公司的陈姓负责人和董监事都是台湾人，资本额为1200万新台币，营业项目有电子信息供应服务业、信息软件服务业等18项。虽然这家公司已经被证明没有大陆资本，但是18号当晚，台当局陆委会仍发布消息，声称 TikTok 在台湾从事业务活动涉嫌违反两岸条例，日前已对此事积极主动查处，涉嫌刑事犯罪部分已移交司法机关侦办。实际上，岛内民众使用的是 TikTok 软件，但习惯性使用其中文名称抖音。TikTok 由北京字节跳动子公司 TikTok Global 公司独立运营，这是一家注册在美国、主要业务放在美国的公司。该公司的一个自助广告工具显示，截至2022年7月上旬， TikTok 在全球范围内拥有 10.23 亿18岁及以上的注册用户，其中美国就有约 1.5 亿。19号 ，TikTok 回应称，媒体报道提及的字节跳动台湾股份有限公司与 TikTok 没有关系 ，TikTok 在台湾并未设立分公司。民进党在9合1选举大败后，不反省自身，反而将矛头指向 TikTok， 开始了一系列的针对性操作。12月5号起，台当局行政部门及所属机构禁止使用 TikTok、抖音等大陆企业开发的社交媒体 APP。12号，台当局行政部门秘书长李梦燕表示，目前还正在协调立法、司法、考试和监察等部门，比照行政部门的做法处理。台行政部门政务委员罗秉成还警告称，公务人员若违规将惩处。台当局数字发展部门还表示，本月底将举行跨部门会议，讨论是否在台湾地区全面禁止使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这一做法极端针对的操作引发岛内民意反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抖音在岛内的用户达到700到800万人。岛内网红博主历史哥李一修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就表示，抖音在台湾广受年轻人喜爱，覆盖面广。现在各种社交媒体工具发达，禁用某种软件并不现实。
为什么要针对抖音？好像它在台湾目前也没那么壮大，因为很简单嘛，你不让人家在 YouTube 上看到消息，不让在人家脸书上看到消息，那人民自然会找寻出路嘛。那你进了一个抖音，那你还有多少？你觉得你进得掉吗？人民真的那么好愚弄吗？李一修表示，民进党检讨9合1败局的主要原因，竟然荒谬地认为抗中保台的神主牌之所以未发挥效力，是被抖音反向操作成台湾民众对战争的恐惧。李一修认为，把抖音错当成战犯，可见民进党并未真心检讨。接下来马上台北市的立委的补选，吴怡农会不会再大败？目前看起来会再大败。那真正原因是什么？就是你不愿意真心检讨。那不愿意真心检讨背后是什么？2个字叫傲慢。那为什么不能检讨？因为主事者蔡英文，他现在在民进党像佛地魔一样，是不能被提起、不能被真心检讨的名字。我其实觉得这样子下去我认为赖清德可能都会陪葬在里面。事实上，民进党当局9合1选举之后不反攻自省的行为，加重了台湾民众对其反感。亲绿的台湾民意基金会20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的声望滑落至 37.5%， 创下过去44月以来的最低纪录。 46.4% 的受访者不赞同其处理大事的方式，53%的受访者不满意苏贞昌行政团队的整体施政表现，非常不满意的高达 28.5%， 另有 53.2% 同意应该苏贞昌团队总辞，认为不能拖到明年。台湾旺报20号发表社论认为，进了抖音，台湾民众还有其他渠道接受信息，仍能查知蔡当局所作所为。这次9合1选举青年觉醒，证明控制电视台无效。如果民进党当局不能虚心检讨败选原因，继续用抗中牌试图得分，2024胜选也难。当地时间12月19号，美国国会骚乱事件特别调查小组委员会宣布，将向司法部提交多项针对前总统特朗普的包括协助或煽动叛乱等罪名提出刑事指控，一旦罪成，可能判囚20年。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有前总统面临此类刑事起诉。特朗普回应指，相关指控虚假，目的是阻止他参加2024年大选。The question is on the motion to favorably report to the House. Those in favor say aye. Aye. Those opposed, no. In the opinion of the chair, the ayes have it. 美国国会众议院负责调查2021年1月6号国会山暴乱事件的特别调查委员会，经过17个月调查，19号举行最后一场听证会之后，7名民主党和2名共和党人一致同意，建议司法部起诉前总统特朗普4项罪名，包括串谋欺诈美国政府、协助或煽动叛乱、妨碍国会公务程序以及虚假陈述。特别调查委员会称，掌握证据，指特朗普以大选舞弊为由，在2020年总统大选至去年国会骚乱期间发起筹款活动，共筹得2.5亿美元。In addition to being unlawful as described in our report, this was an utter moral failure and a clear dereliction of duty. Evidence of this can be seen in the testimony of President Trump's own White House counsel and several other White House witnesses. No man who would behave that way at that moment in time can ever serve in any position of authority in our nation again. He is unfit for any office. Said something along the lines of, nobody will care about my legacy if I lose, so that won't matter.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is winning. 特朗普可能成为首位在国会建议下遭刑事起诉的美国前总统，一旦罪成，可能面临20年刑期，将来不得参与公职选举。已表态参加2024年大选的特朗普，在其自创的社交平台回应，批评委员会提出虚假指控，目的是阻止他再次角逐总统大选。他还表示，自己曾成功避免遭国会弹劾，而这次所谓起诉是将他及共和党边缘化的跨党派行动。英国广播公司分析认为，调查委员会相关倡议偏向政治表态。特朗普一旦被司法部起诉，他可能反过来批评遭受政治迫害。